好，蒋万安最近呢不只谈市政哈，对国政也很关心啊。他轰监察院，说监察院已经成为魔戒跟宪法的怪物。好，所以蒋万安主张呢，对监察院先动后废，因为你要废要修宪要一段时间了哈。但动了就是这次不是提了29个吗？那国民党的2个啊，已经说这个婉拒了，所以现在变27个啊。那民进党会不会再补2个？不知道了。不管29、27，哦，只要蓝白不通过就不会通过嘛，不通过就等于没有监委啊，哦，所以呢，这叫动，然后将来就把它废了啊。那另外呢，蒋万安说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哦，所以要看看民进党是不是打假球，是不是？因为民进党一直说要废监院啊，一直要废监院啊，哦，然后现在提好提满了，还说哎呀，宪法既然规定监院没有废之前，我们如果不提也会被人家骂。你不提，你看看骂的人绝对少，提的骂的人绝对多。你现在如果民进党不提，说我真的不提了，实质这个废宪了。陈菊当时要当院长也说，他希望在他的任内看到监察院被废掉，都讲了嘛。你就不提会怎样？哦，也不会怎样啊。哦，或是这次立法院如果被否决了，不要再补提，不提就不提了。哦，那另外呢？但是郑丽文说，这不是国民党现在优先的顺序，因为太困难了。我是务实的人。哦，所以呢，是不是跟蒋万安意见不同？但是呢，这个真的要不要废，还是要看立法院的党团啦，看要不要了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民众党是要，等我莫文致函。哦，那国民党如果要，那就看逼民进党表态嘛。你民进党以前说废，你到底真的废假废啊？哦，那蒋万安说尊重国民党党团的自主了，事实上是啊。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呼吁大家凝聚朝野共识，废除监察院。郑丽文说修宪门槛很高，不是国民党的优先议题啊。那另外呢，所以被媒体说郑丽文是不是打脸蒋万安呢？哦，说因为废监院不是优先选项呢，民进党庄瑞雄就说了，你看看，这是郑丽文向民众党宣战，为什么？因为民众党是要废哦，那国民党现在不废。那另外呢，民进党说关键是国民党，不是我们民进党哦，我们民进党本来就要废的，所以关键是你国民党哦，你看国民党现在说不废啦哦，那蔡其昌啊，这个民进党的党团总召说蓝营。支持的话，立刻就修宪。如果国民党支持，民进党立刻配合修宪啊。柯建铭说，废监院本来就是民进党的政策嘛，所以也尊重其他的党派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被问，民进党是不是要废监院？柯文哲说，问我黄国昌，黄国昌现任主席啊，转身就碎碎念郑丽文说，啊，郑丽文怎么那么奇怪，干嘛这个时候要去反对蒋万安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是不是你看蓝营的内部有矛盾了？说考验在野党合作，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到底这个议题上合不合作？那民进党隔岸观火哦，说呢朝野要共同负责、共同复合。你民进党也可以宣布啊，说我也要废啊，你自己讲话。民进党现在在看啊，民进党也不敢讲啊。我们看一下，要废监院必须要修宪，所以它不会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的优先的议题。我听到郑主席的看法，那我之前也表达过。我认为完全尊重立法院党团的自主性和最终的决定。民众党团已经决定要提出修宪案，国民党团如果也愿意共同提案，要不要废除监察院，就看民进党是不是打假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好能够合作啊，这时代就是要合作的，蓝绿也要合作，绿白也合作。哪些议题绿白可以合作？会不会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非优先议题的废除监察院？那个监察院支持我们民党政策，那至于其他党员就尊重。这种事情就勿防谋善，我们没有在负责这一部分。不要再问。会后，柯文哲忍不住碎念，不理解郑丽文为何不支持，似乎就是绿白合的起点。来自涵。我觉得刚刚蒋万安市长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哦，现在其实就是朝野高度有共识的时候，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并不像郑丽文主席说的，说这个修宪有高度的困难。为什么呢？在这个修宪委员会，其实上个会期就已经成立了。那这个是黄国昌都还在立法院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是民进党2个召委。国民党2个召委，我们是1个召委，原本是黄国昌，但黄国昌卸任之后，现在变成王安祥。接下来的修宪委员会要召开，只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做到，就
就这5个召委呢，大家一起来开会，决定议程，下一次什么时候开会，然后呢，把这些议程排定之后，每一个修宪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按部就班的透过会议来讨论。那既然这已经是民进党高喊了30年的主张，他们过去一直拿这个来号召选民说，我们呢执政就是要废考试院，要废监察院。现在考试院大家觉得它有它的功能，那优先就来废监察院。特别是这一次的监察委员的名单提出来，可以说是荒谬到突破史上的天花板。所以在民间来说也有高度的共识，甚至我们刚刚不是说修宪委员会上个会期就已经成立了吗？国民党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员是联署来签署这个修宪委员会的成立的。所以既然朝野有高度共识，何必让民进党见缝插针呢？蔡其昌他怎么说？蔡其昌说：“我们是支持要修宪，我们是支持废掉监察院的，就看国民党怎么看。”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不要再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既然朝野高度有共识，就赶快来安排相关的会议。那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呢，为了怕这5个这个召委，包含像是民进党是这个庄瑞雄跟钟嘉宾他们现在都是很喜欢用这个笑话的方式，把这件东西好像说，跟我没关系，把过去的理念都当作笑话一场。我们怕他们这个翻脸不认账，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再来邀请国民党的委员一起来联署。只要国民党加上民众党有13位委员联署之后，一样继续可以召开修宪委员会，继续下一步的议程设定。那另外呢，我想提一下刚上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呢，还有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县市首长或者是他们的官员，都很喜欢用非常这个荒谬或者是用笑话的方式来处理很严肃的话题。例如像是庄瑞雄，刚刚不管是修宪的议题也好，再一次说这个是民进党提出来30年的主张，结果现在翻脸不认，还要推给国民党跟民众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另外像刚那个这个番茄世家什么凤梨世家酒店世家的事情。那这样可以歪楼，然后呢，歪楼又去讲这个林楚英，然后呢，又把林楚英拖下水。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们自己的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自己先去斗农民，你斗政治，然后呢斗蓝白不够，你还要去斗农民，还要斗水果。结果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肃要看待的。你这样此话一出，你会害多少农民饿肚子？他们作为官员完全没有思考到这件事，然后现在想要用一句玩笑话说：“哎呀，他现在少上一次酒家就没事了。”可以用这么轻佻的态度吗？那我认为这样执政态度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再来回到监察院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告诉这个郑丽文主席，现在真的是蓝绿白史上共识最强的一次，现在就是修宪的时刻。那教育民进党态度怎样？废监委一直都是民进党主张嘛，废考监。那如果说蓝绿白大家都有这个共识，那赶快组成修宪委员会啊，我们乐观其成啊，对不对？那问题是，我觉得在这个讨论的氛围里面，就唯独一个郑丽文主席，立刻打脸蒋万安，打脸所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要修宪哦，人家这么热衷，对不对？大家正在讨论宪法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要开始废除监委了，等等。郑丽文连讨论都不讨论，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就直接打脸所有人，你在打脸蒋万安呢？问题是蒋万安，我觉得他也很奇怪，他说提出要这个3阶段啊、废监委啊、要修宪等等的这些，他马上就说尊重党团的决议，一点挣扎都没有。好歹你身为台北市长，国民党未来的政治明星，你有话题的主导权，你自己提出要废除监委，你也要说出你的主张跟论述，为什么你说要废除监委？你认为党中央应该要怎么做，然后等等等，你完全没有，然后立刻郑丽文说什么你就立刻点头说啊，我就尊重。那我觉得你这样有点太没有想法了。那国民党到底未来谁说了算，要听谁的？难道就郑丽文一个人说了算吗？那你所谓的党团自主立法委员，你有去尊重过他们的看法？到底现在国民党的党团是怎么想？而且刚刚讲的修宪委员会，如果现在已经在启动，大家也要问啊，过去也有组成过这个修宪委员会，要推动修宪，结果蒋万安是不同意的啊。废除监委这件事，过去蒋万安在当立委的时候有没有支持过，有没有提出过呢？那你现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到底又是为什么？对我个人而言，我对于监委这个职务是非常尊重，因为他有调查、纠正、弹劾等等的这个权力非常的大。过去的监委做了很多事，可是说实话，现在的监委到底都在干什么？查萝卜糕有没有萝卜？像我之前推那个保健食品关税30%太高，结果呢，经济部本来同意要降低关
关税哦。监委突然调查说我会影响我们的生技产业，给我喊卡哦，或者是说之前金华城也是因为一个监委纠正台北市政府说你要给他560容积率，没有人来监督监委耶，监委的自律在哪里？过去我们还有监委，民国84年的时候纠正我们内政部说，因为我们的公设计价会导致我们公设比不断飙高等等。我那时候觉得监委很有风骨，包括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把我们内湖捷运站移送监察院，结果监委调查说，这个确实有问题，后来成功追回连开100亿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监察院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对于监委认为说，这个权力非常的大，问题是你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做了什么？我觉得人民都在看，我们也期待监委是超然中立、主持公义，而不是说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拿来当大事，这个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刘政委我要讲蒋万安有说哈，他已经跟台北市选出的5个国民党籍立委有沟通过。那立法院到底怎样？我觉得这个高嘉瑜委员的民党待这么久，是不是因为民党已经变成一个现在你们已经很习惯为赖议事从，只要总统说什么，你们都不会有自己的意见，你们都不会有你们自己老百姓的想法，所以你们就觉得在你们的不管是担任议员或者担任立委，完全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你就把党团自主当作是一个好像是变成当我们湾市长或是我们的主席他们常常在说尊重立法院党团自主的时候，你们都觉得那这样你就是没有主张，是一个好像懦弱的人，没有主见的人。因为民进党人大概已经太习惯了，在民进党里头有不同意见就是咔嚓就是没有办法发表意见。我想你也是受害者，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已经变成了是一个，也正变成说我们当他说党团制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啊。对啊，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到底是什么看法？国民党的。那个蒋万安也好，蒋万安也好，郑丽文也好，都当过。那时候我们在第9届的时候，我们都当过我们党团的书记长，所以非常了解我们国民党党团运作的方式。我们针对这个议题，一定会召开党团大会，一定会大家表示意见，一定会有赞成，一定会有反对，这个是很正常。然后接着这个议题如果往下走，所以还没有讨论过嘛？还没有讨论阶段。所以郑丽文就已经说不可能。那你觉得他说不可能是他站在党主席的立场，觉得这不是优先的事情。所以党主席也没有尊重你们的党团自主啊。他就直接打脸你们，你们党团都还没有讨论，他就说现在没有这个推动的可能。他可以表达他的看法，他也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啊。那至于国民党党团要怎么推动，那当然开党团大会，大家就会各自表示意见嘛。可能有左边强，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开？因为这个议题现在大家已经讨论这么热烈，民政党也都准备好了。上个礼拜我刚好端午节休息，我想这个礼拜应该就我们跟我们一起好不好？我的意思，我们蔡其昌总召都已经说啦，支持我们党团大会是礼拜5，这个礼拜我会召开。所以我只是说，当你听到我们那个我们听到这些。这个不管我们的主席市长讲说尊重党团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很正常啊，本来就是这样子。说他竟然会说这个是一个好像没有主见的表现，表示我觉得民党真的已经那个根本已经变了，就是为赖意识这是两回事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唐湘龙在他的观点访问郑丽文唐湘龙问说，有些人把你郑丽文路线当作是年底选举国民党的负债，郑丽文说乱讲，我是最大的资产负债是媒体炒出来的，我下乡全台跑，大家越来越热情对我所以呢和平路线可以很多人支持那很多人对民进党是敢怒不敢言，否则民进党干嘛那么怕我？表示我就是资产，我绝对不是负债否则民进党应该欢迎我，干嘛怕我呢那另外呢，到底9合1的选战11月28号就9合1选11月28号有没有人邀请郑丽文站台？有没有跟郑丽文合挂看板？郑丽文很有自信说我是很有票房的那绝对不可能说不会找我站台那是子虚乌有，是编出来的。我到每个地方大家都很欢迎我。那另外呢，那蒋万安要选台北市长，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呢？蒋万安4次不讲，最后被逼了。他说：“我尊重党部的安排，党部安排怎么安排，我就尊重党部。”那前一阵子传出来李四川这个也10秒就闪了。那李四川被问，大家现在都要问这个问题，候选人也很尴尬，到底要怎么讲？都说推给中央党部，中央党部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另外呢，柯志恩也被问到。柯志恩说：“这要企图分化我们，所以呢，这个尤其他的民调现在跟赖瑞荣这个
甚至昨天 ET 推的还赢赖瑞隆4个多百分点。他说一定会更加被分化啊。那另外呢，魏平正是彰化县长参选啊。彰化县是很重点的县，因为是6都以来最大县啊。原来大家认为蔡依凤看好，但是现在提名魏平正。魏平正说呢，哎呀，这个行不行？这里我们不重要了，因为要靠自己了。刘德华来也要靠自己，刘德华来帮我助选，不能靠刘德华当选了，还要靠自己。看起来这些主要候选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哦，但是又不愿意正面答复，哦。那另外呢，林涛哦就率先表态了，他把朱立伦、张善政、林涛、蒋万安挂成一个看板，哦，就这4个，因为朱立伦原来是林涛老板嘛，那张胜是桃园市长嘛，那蒋万安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这个辅选者。蒋万安现在是全台湾对国民党来讲最重要的母鸡了啊，大家都欢迎蒋万安去啊。那另外呢，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发言人叫蔡玉辉，他说不会要郑丽文站台，他对国民党在南部选区没有太大的帮助哦。我深耕很久了，所以选民有感哦。他说要吃苍蝇自己捉，没假猴心自己哈哦，比较快，不用靠别人站台。我们看一下。你不觉得你的同志们有一些看笑话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国民党的传统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性格比较保守，不去冒任何的政治风险，那这个我可以理解。党内有人不愿承担风险，郑丽文说能够理解。23号接受广播专访，他更自认投了颗深水炸弹到美国政界。我觉得我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让整个美国的圈子开始去脑力激荡。你哪来这么大的自信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见了哪些人啊。自认对年底蓝营选情大加分，昔日的总教练走了，换了一位造局者，谁是对的？要用选票验证。来，这个要选的维杰。我想每个自己候选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战的步调。他当然挂不挂主席的看板，或是邀不邀他来这个站台辅选，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像几位这个县长讲的，第一要看党部的规划跟自己时间能不能搭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这个选票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你每个地方的一个选民结构不大一样，那你会根据自己的选民结构去做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会觉得说，例如说像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这个林涛的这个看板，我觉得他这个也是有逻辑性。第一个。朱立伦主席是他的前老板，而且是桃园的前县长。然后呢，交棒现在到了这个张善政，桃园市的市长。那蒋万安这几年呢，在市上也做得这么的优秀，也是我们这些中壮世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头羊。所以我觉得他摆这样的看板本来就没有违和感。那当然，我觉得郑丽文主席说真的，我认为他讲的某种程度也没错。我认为他确实在党员或者说在深蓝这个区块，他是很有票房的是事实。但是你要看你这个地方的党员的结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结构。跟你自己的这个选票的属性适不适合摆这样的人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看板的合挂或是站台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重点是要胜选嘛，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家讲还会根据自己的这个选区的优劣势来决定自己该怎么样邀请这些人来帮忙你的辅选。没有明兄，我有刚才提到郑丽文他去大陆，他去美国，尤其在大陆之行逆风而行。但是呢，引出来了整个对话和平的这个格局，所以这个 peacemaker。但是呢，的确，什么叫逆风而行？那就是现在在台湾内部的这个选举的氛围，以及民进党掌控的媒体的这种对他的攻击、抹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影响嘛。那许多人在地方上选举，他可能就差别是小数的一个数字的差别。他当然不愿意去在这个样子的媒体的氛围当中，把自己的选举的输赢，然后受到这样子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这个是真的不确定因素吗？其实郑丽文在带领的是要往确定的两岸关系、稳定的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到后面应该会越来越清楚，只不过是现在选举之前。那一旦有一个突破，一旦你看到场面做起来，我觉得大家就知道，其实跳离这种媒体舆论所塑造的假象跟抹黑抹红，然后呢，真正看到台湾要走的方向，每个民意代表、每个地方首长，也不就是要反映人民的希望的声音吗？
郑丽文的逆风而行，其实基本上是要引开一个新的格局。那汉庭，高嘉瑜委员在上一段殚精竭虑的在挑拨郑丽文和国民党团，但我只发现呢，像当初马英九提名的监察委员的好，高嘉瑜都肯定；蔡英文跟赖清德提名的人之烂，连高嘉瑜都批评。总之呢，绿营的挑拨啊，听听就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连开宅的事情，就是马前总统所提名的。所以总之，绿营的挑拨呢，我们听听就好。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战略就是中央有路线，地方有主轴。郑丽文负责把国民党的和平路线讲清楚，那蒋万安、张善政、李四川、柯志恩地方的候选人就把治理的成绩、民生的发展、地方的愿景讲清楚，分进合集，战略分工，不需要挑拨离间。所以蒋万安当然是台北市的选战母鸡啊，郑丽文是路线，地方要会做事，中央会定调，会做事才能赢选举，有路线才能赢未来。在现在呢，去讲什么看板本来就很奇怪，因为地方的选举看板本来就是符合地方主题嘛。县市议员是跟县市首长同一天投票，当然要联合宣传，又不跟党主席一起投票，有什么好一起宣传的呢？只有侯汉廷很可惜，我既不能跟蒋万安宣传，也不能跟郑丽文联合宣传。但我们看一下绿营啊，就在内湖这边，有人挂萧美琴和蔡英文的看板，他也不愿意放赖清德，甚至还不愿意放沈伯洋，这就很奇怪啦。那怎么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呢？甚至还有人放黄捷，在台北黄捷都比沈伯洋的知名度还要来得高，这不就是绿营意思吗？那这样。对，我觉得汉庭讲这就是重点了啦。本来就不会去跟党主席挂嘛，通常不会。像民众党是小党，那我们的县市首长参选不多，所以就是说要这样挂的机会比较不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挂黄国昌或柯文哲的。那为什么台北市的这些议员参选人，包含嘉瑜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些民进党的议员参选人，他们没有跟沈伯洋挂？我目前只有看到一面，我目前看到有一面啦，在那个大同区，大同区有一面确实是跟沈伯洋，但是还真的有跟黄捷的，然后呢，跟那个副总统的还算是蛮多的，所以这个人气的高低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赖清德总统现在反而变成了票房毒药？我觉得这才是赖清德总统自己要检讨的地方。教育。总统是公共财啦，那当然，我觉得选举候选人当然在地方上，他会有各自的这个不管是你说派系或者是各自的属性哦。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是候选人的自由。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对于国民党来讲，2026到底是不是票房毒药？我想大家心里有数哦。如果说他真的是对选举有加分，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说李四川啊、柯志恩啊这些要选的这个县市首长避他唯恐不及？那你说年底的这些选情，当然我觉得政绩跟政策才是民众最关注的，跟谁挂看板，那个其实我觉得加分非常的有限。可是当然有些人就会见缝插针，或是拿来当话题。但我还是必须要讲哦，沈伯洋在我们这个内湖南港的所有议员的候选人全部都有跟他合挂。那台北市我相信其他选区也是一样，因为毕竟以现在沈伯洋的声势跟他的政策呢，其实是节节的攀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需要见缝插针去做文章。好了，基本上就是说到底你要分成南北，在台湾选举，真的南北是大不同。另外呢，议员跟县市长又是不同因为议员是多选，一个选区很多个议员嘛，所以你大概只要个8%、10%的选票，你这议员搞不好是最高票了就看你选几个议员了如果你选5个、6个、7个，大概10%的票一定有的所以对议员来讲，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县市首长，他基本上要拿到过半的票，更不要说2028总统的选票，一定要拿过半。所以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的党主席也好，候选人都要知道，你就算现场有上万个人在那边给你摇旗呐喊，那也是一小部分而已。你选总统要多少票？600万票，大概500-600万票至少要嘛，500-600万。当你5、6万人，你已经不得了，吃香喝辣，什么都可以了，5、6万人支持你啊。但是你当选得了总统吗？当选不了。台北市长多少票？高雄市长多少票？台中市长多少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但是很难，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被他旁边的群众影响。我一直要点破这一点，你一定要跳脱你旁边的群众。譬如说，你一定要跳脱你的同温层，但是很难啦，因为每天包围你就是同温层嘛，对不对？那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国民党大概深蓝这个加起来20%的票了不起了嘛？
深绿加上绿的30%票了不起了嘛？什么时候首长当选不了的？议员是很爽，都可以当选了。所以你一定要拉中间选民的票，你一定要跳脱蓝绿，要拉中间。中间选民你拉不到，你就是达不到50%，你就是过不了你这个门槛，你现实上就是选不上，你总统、副总统就是选不上。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一定要向中间迈进，一定要吸收中间的选票。你达不到这一点，你就不要想2026县市长，你也不要想2028的总统大选。所以这些县市上都想设法，因为你基本盘的票一定是你的嘛。今天你基本盘票不给你吗？不可能跳到选对手嘛，一定是给你的嘛。怎么拉中间票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基本盘你的深蓝深绿越支持你，你越可能丢掉中间票。一定要想这个道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蒋万安推无人自驾公车，沈伯洋说，我1个月前就提过了，蒋万安从善如流哦。那另外呢，蒋万安说，沈伯洋说，蒋万安是首都1.0，我现在是2.0哦，台北停滞太久。而且呢，要向台南学习哦。为什么呢？因为自驾公车，他说呢，这个他自己有推广过。那台北市政府说，你评论之前先做好功课嘛。其实原来就有了，原来试办的时候就有了哈。那另外什么样说，0到6岁周免费临时托哦，就是万一有父母有事情啊，要临时托育的时候呢，周免费。台北市政府说，你随口喊价哦。这是数字游戏哦，沈伯洋抛家庭一站通哦，周免费零托4小时。台北市社会局说啊，谁给你托？人力哪里来啊？是你沈伯洋去托吗？那另外说，这个沈伯洋说，议员这个拿锁资料应该减压。台北市说2个议员年度锁资量第一，哪2个议员所第一？简书培跟林延凤。对，所以呢，这是民进党的嘛，都是民进党的嘛所以你说。沈伯洋的意思说，不要议员要资料，公务员很累了。就台北市这么说，那你这搞清楚，你们要资料要最多好。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频提政策，连踢铁板。台北市政府说，你先搞清楚再来嘛。包括刚刚讲的议员所资的问题啦，托育免费的问题啦，等等这个什么核心工时的问题啦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粉专骂蒋万安。结果留言都是打脸赖清德的那另外呢，这个说蒋万安太傲慢，所以呢，这个沈伯洋说市民呢感受蒋万安傲慢，说蒋万安应该回归市政讨论，到底谁傲慢谁不傲慢？我们看一下。北市府的无人自驾公车计划，选定在北市科以及现在我们所在的信义路上先测试，预计在2028年要扩大到其他的公车路线。无人驾驶计划分成3阶段进行，今年第3季从动物园封闭场域试运行起步，再延伸到北市科园区和市区公车专用道测试。在市区内公车专用道的智慧道路也要持续的扩建，尤其在明年的第2季，我们要让自驾小巴完成测试，我们也要将测试的时间延长，并且联谊提供民众可以试乘。不过连2天，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为此和北市府杠上。沈伯洋说，没有在比谁先提出，强调配套才重要。这件事情其实还讲起来还是有点好笑那我就说我在1个月之前已经在提这一个无人自驾的配套要怎么做，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比如说配套，假设你需要电动的，然后你又需要公车总站，你的路网要怎么衔接？看看2019到2020年北市府就曾推动的自动驾驶实验车，如今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2028自驾公车愿景重申，按步骤落地。我们是有步骤来实际的让自驾车能够落地。当然，这中间我们也会进行各项的测试，也参考国外最新的技术。我们一定是以确保安全为最优先考量。照计划执行，而沈伯洋的质疑没有多回应。
无人公车、自驾车这个东西，在柯文哲市长任内就已经做了。那柯文哲就已经卸任了4年的时间了哈。所以我觉得两位都不用再争了，因为这个从柯文哲市长任内就已经用沙盒的方式在实验，而且当时呢是深夜的时候，柯市长他还自己去试乘过。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做到接轨，然后呢让整个路网更加完整。所以呢，在这几年来，我相信经过很多精进，那我也相信呢，蒋万安市长一定是在兼顾了安全跟便利的考量之下，希望让它进一步来上路。那么至于配套的部分，当然也要做好。不过呢，我今天想要特别谈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沈伯洋参选人他对于很多的市政问题真的不够娴熟。例如说，他提到所资的问题，当时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希望呢能够更公开透明，把整个开放政府的概念推广，所以呢，他就用非常有效率的方式，或者是非常方便的方式来开放议员所资，结果换到的是什么？很多的议员是报复性所资，2个议员，第一个叫做简书培，第二个叫林延凤。从柯文哲市长任内就这样子针对性所资，然后呢会把一些公务员叫到办公室来训斥，然后呢疯狂的佛地魔式的所资，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公务员大家都知道的。我举2个例子，林延凤最近干了一件事情，他为了针对苏一峰医师，联合医院的苏一峰医师，因为他经常对赖清德总统的政策或者是民进党提出一些谏言，结果呢，竟然台北市联合医院的这个医生被这位台北市议员来疯狂所资，针对性的要去看这个医生他过去有没有什么医疗纠纷哦，然后呢去所资他所有的一些医疗记录。这件事情被揭露了之后呢，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第二个是简书培他自己的助理违停，然后呢被检举了之后，同1个月发了10件对于警察局的所资，当时警察局的同仁非常非常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为了去这个应付他们这种报复性的所资，要整理很多资料，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勤务。所以呢，沈伯洋参选人，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帮助公务员来帮他们减压的话，首先第一件事，你转头跟你刚刚旁边的这位简书培议员好好的说一下，他的这个所资佛地魔的行为是在整个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是赫赫有名的。那么，我觉得沈伯洋参选人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议员对齐。安迪，沈伯洋是抄作业大师哦，他完全是一种我昨天才发现，但今天宣布是我发明。他的政绩，对他讲自驾公车，说自己1个月前就提过了啊。蒋万安是从善如流，事实呢是2020年柯文哲时代就有了啊。那沈伯洋说的不太一样啊。不过比较贴近的是台北市政府去年呢就已经写在新闻稿里面了，所以在沈伯洋讲这些事情的前1年，其实台北市的交通局都已经把详细的规划自驾公车啦，然后甚至是北市科等等的东西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不是蒋万安从善如流，这叫沈伯洋从稿如流啊！就不是市政府抄沈伯洋，是沈伯洋晚了1年读到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稿。那不仅是公车，内湖也是。他当初夸夸其谈，认为解决内湖塞车，总之有笨的方法，也有比较不笨的方法。笨的方法就是内湖工作都住内湖嘛。那比较不笨的方法，他也提出了几个，我们澄清这比较不笨。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市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了，而且市政府的这些报告都远在于沈伯洋提内湖议题之前就有。那最后发现出来啊，你看一般人如果我说我讲一个东西，发现我抄别人的，我要很尴尬。结果沈伯洋从来不尴尬，他都告诉大家，因为市政府听我的啊，因为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这就好像今天我去抄了同学的作业交给老师，被老师发现之后，我说你看他的解题思路跟我是一致，他抄我的，你就是抄的嘛。来，嘉宇，到底是谁抄谁哦？刚刚志涵已经讲，这个无人自驾公车2020年就有了，现在已经2026年了。但是台北市推行到什么程度？而且这后面的配套，就包括基础的建设、电力、变电所等等这些，这个其实沈伯洋也都提出质疑。而且我们要问的是，对台北市的公车，到底民众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公车路网有没有密集？第二个，现在的公车其实过度的这个太多大台了，所以导致很多交通的问题啊等等这些，这个其实有很多要去层面去改善，而不是用个很 fancy 说无人自驾公车。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市民的需求？尤其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我常那边招手，公车司机都看不到我，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会滑手机干嘛，公车就呼咻姐就过去了，你已经等了20分钟，就有公车就从你眼前过去，所以我就提出说，我们不是有些，我就想到有些长辈他反应比较慢的时候，他也来
不及看，你知道公车就这样过了。所以我觉得公车站要有一个钮，就是我一按，司机就知道有一个人在这里等公车，他在前一站他就要准备停了，而不是说你看长辈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招手等等这些过程中，我跟你讲，司机根本就看不到我们，我的感受很深的，因为我现在常常有在搭公车，所以我觉得蒋万安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问题。那现在陈柏阳他所提出来的政策呢，就是你的市长，我觉得市长就是要倾听民意，了解民众的需求啊。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人行道遮阳伞，8座台北市花了6000万，平均一座700多万，人家新北市一座只要90万哎，所以就问你台北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做这样子的一个遮阳伞？人家韩国遮阳伞又便宜又实用又棒，那你台北市到底有没有在看到民众的需求？再讲到你台北市那个 AI 智能场馆，花了1亿元打造，号称在这个智能场馆里面，连空气都有 AI 的监测，然后游泳池有 AI 救生员，就有一个长者就在这个大安区的这个智能游泳池的边边角角溺毙了，因为台北市政府说这个 AI 救生员没有办法侦测到边边角角，长辈最喜欢靠在边边在那边休息，结果你这样没有办法侦测到，花了1亿元，那这个有救生员也有 AI 救生员，都完全没有办法帮助这些长辈，所以我就问台北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关注到民众市政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不要拿一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可是实际上民众的需求都没有在关心。其实我觉得刚沈柏阳在发言的时候，旁边的那个吴思瑶跟林延凤好像很紧张，担心他说错话，那个表情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沈柏阳根本就是没有准备好。因为他大概他没有想到他会被提名嘛，所以他大概没有提早准备。那这个透露出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在担任不分区立委的时候，他一定没有非常关心台北的市政，所以他不知道台北的市政已经有发展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有的是人家几年前就提过，有的是人家呢他搞不清楚，他对市政不熟悉。第二个，他因为可能没有在处理台北市民的陈情案件。如果他有处理过一些相关这个区域的陈情案件，他会知道什么事情怎么解决。像刚刚高嘉文不就说按钮啊什么这一类的嘛？所以其实与其叫沈柏阳选，还真的不如派高嘉瑜。第三个，他没有好的幕僚。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可见旁边没有人在协助他准备说关于私家车以前有什么事情以前做到什么地步，以后你要发展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都没有，有点很随性而至的就发表他的政见，才造成后边一直被打说，请你多了解，请你多了解。所以沈柏阳追根究底，他就是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参选人。休息一下再回来。陈水扁最近呢也爆料很多，他说蔡英文曾经跟 AIT 谈陈水扁，他说呢蔡英文承认我被关对民进党是有好处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民进党能够执政，就因为陈水扁被关，而且呢蔡英文明明能够放他，能够特赦，就是不放不特赦，为什么把他关起来？说他是被国民党迫害，被司法迫害，对民进党是有好处的那陈水扁这时候讲这话什么意思那希望赖清德这时候特赦他吗那另外呢 ETtoday 做民调，高雄市长选情柯志恩领先赖瑞隆 4.8%， 46.8%比上42那另外呢这个看好度，但是赖瑞隆领先柯志恩4.4%所以一个赢他的看好度，一个赢他的当选这个胜选度支持度那另外呢，高雄市民到底关心什么？最关心的治安跟公共安全，什么诈骗啦、酒驾啦、毒驾啦第二个就业34.3%，然后呢，第三个房价31%，环境保护、空气品质25.9%，然后呢，县市的协调均衡，因为是合并的高雄县、高雄市，高雄县比较大，高雄县比较小，然后县市到底经费怎么分配，建设也占了这个16.7%然后社会福利16%，但是呢，对于高雄市的校园安全严不严重？认为严重的有70.2%，不严重的22.4%，所以他认为校园其实蛮重要，尤其现在吸毒啦等等，老师的管教啦等等那陈金辉委员说，不但是民调胜出，很多评比也胜出，就看能力，将来谁能把高雄市管好。就高雄市的教育品质，认为柯志恩好的47，比上赖瑞隆的30，砂石取缔等等45，比上29，
高雄文化素养42比上33，重大建设的决策41比上36，反正就是说很多的重要的施政的能力，柯志恩是领先的。那另外，但是陈其迈呢，施政满意度还是很高的，非常满意有40.8%，还算满意的有26%，加起来有66.8%，几乎2/3的高雄市受访者是认为陈其迈做得不错，但为什么没有转移到赖瑞荣那边去？反而让柯志恩赢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民调，柯志恩说跟他们做的内参民调一致，跟前一阵子 TBS 2个礼拜以前公布的民调也很像那民进党就说这个民调不准，柯志恩说奇怪的，4年以前说陈其迈赢我的时候，你们就说好准了，现在说我赢赖瑞荣，你们就说不准了，那是怎样？输不起你们就自嗨吗？就抹黑民调吗？就赢的时候你们自嗨，输不起就抹黑。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份民调跟我们真的是内部的一些的内参是趋势是一致的。然后真的是高雄市民最关切的有关于交通安全，有关于校园安全，还有关于公共安全，还有包括青年的低薪问题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符合我们目前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那我们未来也会在我们的政见当中，根据高雄市民所关切的这些议题纷纷提出非常具体的一个的建议南伟杰。就是说，我觉得前阵子他看到赖瑞荣他在脸书呢，把这个关于这个铁拳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留言给他关闭之后说真的，大家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这个认同度就非常的不高。那包含我觉得赖瑞荣他在选战的策略上是不是有一些的失误包含他这个上次柯志恩委员跟他讲说，你确定要跟我谈家人吗？这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柯志恩委员他这一次会有民调会有这样的一个翻转，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一个，他上一次选完之后，他没有离开过高雄，他甚至生根深蹲在高雄里面，参加所有各大小小的活动，让高雄的民众可以再次的这个感受到他对于高雄的这样的一个愿意深蹲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除此之外，我说真的就是一个地方经营久了，就有很多的一个麻烦跟一些的毛病，所以就说我觉得高雄因为长期也是民进党执政，那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包含前阵子不管是柯志恩委员或是陈金委员所提出来的，不管是美浓大峡谷啦，或者说这些光电板的问题等等的，或许也都让很多的高雄的市民感受到说，或许应该给柯志恩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各项的评比，为什么不管是在教育上在校园安全上在这个治理能力上，大家给予柯志恩委员这么高的肯定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我觉得赖瑞荣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战的策略，似乎以上好像有点进退失据，但我也会觉得或许也是民进党在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说，感觉之前陈其迈好像不是这么属意赖瑞荣，但是最后赖瑞荣出现了，是不是在这个行政资源的挹注上没那么的全面到位，还是说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些怎么样的矛盾？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观察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过去即便你的这个高支持度未必可以转换，郑文灿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嘉宇。这个柯志恩跟赖瑞荣在高雄，我觉得当然大家各自解读，因为毕竟还是看民调的趋势。但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观察，就是对于赖瑞荣的看好度呢，还是比较高，而且是高很多。那可见得在高雄人心中，还是认为说这场选举大概胜负已定那当然，柯志恩他也确实经营了蛮久，而且他在高雄呢，也都一直紧跟着陈其迈的行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确实陈其迈他的市政满意度跟在高雄不管是蓝绿，我相信对他都是非常的肯定的所以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那另外呢，阿扁前总统我是蛮佩服他，因为他最近呢在网络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真的是爆红，他也自己在 Twitter 上自称阿扁88大侠，然后跟很多年轻人的互动然后又去办了这个签名会等等，就是永远跟上时代的脚步跟潮流。那也自己会找很多的话题还会用 AI 等等，大家都觉得说阿扁前总统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所以我相信他自己会去创造很多的议题跟话题，在网络上也有他自己个人的流量，这也是阿扁总统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柯志恩的这个民调一定就是或者得票至少就是40%起跳，因为2022年柯志恩的得票就是40%，现在4年后有什么理由下跌？他有贪腐问题吗？他有小孩子在校园霸凌别人的问题吗？都没有虽然我们听到一些声音就认为很深蓝的眷村觉得它不够蓝，但是其实无伤大雅。最后大家会含泪投票。
第二，大家也能够谅解嘛，选了那么多次，大家也都可以知道，那么蓝干嘛呢？再来第三，就多跑几次就会好了。而从民调当中，其实正好是戳破了民进党当前高雄治理的假象，因为民进党不断说高雄是演唱会经济啊，城市荣光啊。但是呢，有高达70%的高雄市民却在为孩子的校园安全所战斗。因为今年的5月底，高雄才发生了不幸的老师坠楼的案件，而且呢，又加上铁拳教育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列为首要关心。而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就业跟青年的工作还有居住问题。这表示民进党所吹捧的陈其迈优秀跟厉害，民调一看，大家还是不满。而且呢，这也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以来傲慢的新潮流，就觉得赖瑞隆之所以比较弱，主因是新潮流在高雄吃干抹净、霸道独占，那因此其他地方也很不满所以陈其迈的支持度没有办法顺利的转移给赖瑞隆。而更关键的，民调显示柯志恩是能够有跨越蓝绿，而且让中间选民集体觉醒的。民进党在高雄政党支持度有高达34%。国民党只有19.4%，但柯志恩的个人支持度却飙到了46.8%，表示他不仅蓝营都能够掌握到，连中间选民也都掌握到。我觉得柯志恩委员的人设确实像刚汉庭说的，这么多年的打底，还有他深耕的形象，已经深植高雄人的人心。那反观赖瑞隆呢，他在整个初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高雄很多市民也都看到了，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可以说是浮躁斑斑最后由他来胜出。但是各方的势力，包含林代化的支持者等等的，他们能不能够有效整合？另外一个观察重点是黄捷，他现在出任了高雄市党部的主委，在民进党的部分，结果呢，2次重要的行程，赖瑞隆都缺席。第一个是他这个布达他上任的那一天，赖瑞隆说他身体不舒服，结果没有出席。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大家大团结的时候他没有来。第二次是在立法院里头呢，他们要这个南北大串联，结果赖瑞隆也没有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蛮颇值得玩味的。再来就是刚刚所谓的政策问题，这个演唱会经济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地，真的来促进青年的就业发展？还有现在高雄的房价可以说节节攀升，空屋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能不能够对症下药的解决，这个也是高雄市民非常关注。来，玉珍，在很多的这个政治实务里头，有时候同志才是敌人这个他们在高雄市长初选4位嘛，那事实上支持度是不相上下的，所以赖瑞隆事实上不是大幅度的胜出。那你看站在其他候选人的立场，如果赖瑞隆赢了以后，其他候选人有人觉得自己经营很久，有人觉得自己才是最适合当市长。那如果赖瑞隆当选以后，然后接着再下去，在这等于8年，其他人都没有机会了，所以他们真的会团结吗？团成一结心结了那所以再加上本身这个柯志恩的这个形象他的这个不管在教育方面，他这个教授的形象，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业对于切中这个高雄市民跟相对赖瑞隆比较那个学校这个相关的，那说校园安全啊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柯志恩在这个部分是他们胜出的。我最后还是个人的特质赖瑞隆我觉得缺乏在就是他自己解决问题的特质没有展现出来。